这次要去新加坡哦。没错，我们这次搭的是星宇航空，来回机票一个人是12600多。星宇航空第一次搭，我要吃烧肉，期待一下。他下飞机到入境的地方走好远。到了樟宜机场了，出口的门超大的，整片都是玻璃，害我有点犹豫到底是不是从那边出来。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反正就是一个超大的落地玻璃，整片都是玻璃，然后不太确定哪一个是门。我们现在在哪一区啊？我们在 T1， 你觉得他们机场怎么样？以为人很多，但是因为空间很大，所以好像蛮散，不会很拥挤。樟宜机场也很多可以玩的，但是我们最后一天才要来玩。我们现在先去吃肉骨茶。米其林推荐，走。来新加坡的第一个米其林推荐，其实台北就有了。这里呢，就是在星耀樟宜的 B2， 就是有水落下来那个地方，星耀樟宜往 B2 走就会看到了。扫码点餐。我们排队差不多只等了10分钟就进来了。他在排队的时候会先给 QR code， 他那时候就已经决定好你的座位了，就进来直接点就好了。然后他一道菜差不多都是10新币上下，我们就点了一个汤跟一个卤粽盒。这边环境还可以吧？就百货公司里面。是餐厅哦。对啊。这间是机场店。这个是排骨肉骨茶大的，那这个是卤控肉跟卤大肠综合，是这样总共20.8新币。台式卤肉吗？就是阿嬷的味道应该说肥瘦比例刚好，然后不会死咸。可是还是要搭白饭比较好吃啊。我们是因为刚刚吃太饱吃不下。星宇超好吃，星宇超好吃，我也觉得。大肠，我觉得大肠好吃。整体来说是很好吃的一个卤菜。酱油加蚝油，还不错。我觉得它会加汤哎。对，它会一直加汤。再来吃这个。带有胡椒香气的一个热排，所以你刚没有沾酱就很好吃了吗？很香，很香。它肉本身有一种腌制白胡椒的味道。所以它可能有先腌过，然后炖得烂烂的，就是不会难咬。所以它是骨肉分离。嫩嫩的。它有一个胡椒味会留在鼻腔后面还不错哦，这个还不错。我觉得他服务蛮好的他还帮你把包包放好，还给他盖一个布防伤啊，如果有食物不小心掉了。这个沾这个酱超搭的，超好吃。可是它跟我想的软烂感不一样，它有一点扎实的，比那种骨肉分离的软烂感还要多了一点 Q， 有一点嚼劲，但还是嫩的。只是跟想象中那种软烂的不太一样。那个白胡椒的味道，白胡椒味蒜头，还有一些卤排骨的那个鲜甜味的。鲜甜味，好喝吗？好好喝。它的底有一个拉面熬的那个豚骨汤的那个味道，但是它的主角是白胡椒，很好喝而且这个汤可以一直加这边治安蛮好的，他会说叫你行李全部放在外面，大家行李就都放在这里。
整体吃蛮快的啊，排队才等10分钟，我们其实也才吃20分钟而已就结束了。它最后啊，餐点最后还会再加一个10%服务费跟9%的税，所以最后会变成24.94，对，25块，这样就625块，就有一点贵，但是反正出来玩嘛，就是先吃再说了。就是要花钱呢、好酷啊，在水在里面。新加坡可以自动通关进来，但是上飞机前48小时要先上网填入境卡，可以用跟台湾自动通关一样，就是刷护照跟按指纹跟拍照就可以进来了。因为这边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刷卡，所以我们就没有先换钱。我们现在吃完松发肉骨茶了。我们要去坐地铁到市区了，坐地铁的入口在 T3第3航厦，所以我们就从新耀张仪的1楼找往 T3的方向，我们先走过去看看，然后一路上都是名牌，根本跟百货公司一样，一堆店。照着指示走到了一个3楼空桥到 T3，哇啊！这个电梯超大的你看这个超大的比例尺去，这超大哇，真的看得出来很大 ，King size King size 有哦，比 King size 还大，180多。T3哦，这个到 T3的空桥长这样子哦，反正只有一条路，照着走就对了。我目前为止发现他们这里真的很干净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看过去连他们用色也比较偏白，对不对？对啊，他们整个白灰机场的颜色就让人觉得很干净，白白蓝蓝灰灰的这样。有看到这个接驳车，但是我们刚刚没遇到，所以我们就走路过来了。但是走也不会很远啦，而且都有冷气，不会热。刚刚说的接驳车就是 SkyTrain， 像捷运，辽阔对啊，这好像南港展览馆一样的。刚刚那是第3航厦的大厅，机场捷运再反过来，旁边而已，反过来往下走。这边就有台北捷运的感觉啊，机捷到捷运了。听说用手机 Apple Pay 就可以刷过了。電腦 JCB 電腦哦 ，JCB 看到 ，OK，Visa。哦，Thank you。我们到五级市了，坐车其实才坐半小时左右而已吧，就到了。但是一直站着，因为没位置。机场那一条线是那个开超快的，跟飙车一样。其实坐起来跟台北捷运差不多啦。我觉得系统应该很类似，就几乎一样。对啊，那个刷进来不能用 Visa， 不能用 JCB， 要用 Visa。或是其他的，或是 Master， JCB 不行，所以要记得准备就是备品 Visa 或者是 Master， 然后 Apple Pay 可以，而且感应很快，这样一刷 B 就过了。我们在五级市换钱，然后顺便走去我们饭店，走去很近，走。五级市站一出来就有换汇的店。我们的房间到了。它这个小而巧电视真的蛮大的，有挂衣服的，然后它的洗手是在外面，然后浴室蛮小的，它的马桶也是比较小尺寸。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这个落地窗，完全落地耶。对啊，那边有泳池，好像也在这里。3个晚上12000，所以一个晚上4000。但是其他比较便宜的看起来就比较脏脏旧旧的，对啊，这很新，
对，这个是蛮新的，而且它离捷运站才180公尺而已。那我们等一下的行程就是会去景观摩天轮，然后再去滨海湾花园。我们到第一个景点了，摩天观景轮。我们是坐地铁到宝门廊下车，然后就走路过来，大概走5分钟而已吧，就到了。然后这个摩天轮是世界第2高的摩天轮哦，它有42层楼高，在2008年的时候就启用了。第1高的摩天轮是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它转一圈要大概半小时，然后它一个客舱可以坐28个乘客，很空旷哎，都没有人。摩天轮上面一个舱也几乎只有1组客人而已。太好了，今天是平日，好热哦，喝个柳橙汁，现榨的，很鲜吗？酸，很酸，可是很解渴。这边很多地方 JCB 都不能刷，像这个是 Master 跟 Visa。时光胶囊，它是套票包着卖的，一定要买。里面冷气很凉哎。哦，哎，哦，这个要按。嘿嘿。人少的时候就会让同团的人坐一个舱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舱只有我们2个人。包场，前面时光胶囊不用排队，大家就在里面乱逛啊，出来在排这个摩天轮的时候，就排了大概15分钟这样。快结束了，真的差不多半小时。我们最高到165公尺高，一个人1000块，有点贵，但如果2个人包场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那在最高的时候真的很好拍照，真的360度看到都很漂亮。等一下我们就要去滨海湾花园 ，Go！ 下面而已是吗？这里吗？对啊。哦。摩天轮出口这边有一个很好拍照的地方，在2楼。到滨海湾花园了，摩天观景轮那边几乎每一班公车坐一站就会到这里了，然后就沿着那个金沙酒店的指示上到6楼，走它的空中走廊过来这样。然后就在后面。然后这个是新加坡政府填海道路所搭出来的，那总共有3个大区域：中央花园、东花园、南花园。户外区都是免费参观啦，它是温室里面是要买门票付费进去。那2颗球吗？它不是球，反正就是那2颗建筑物，对。这里的美食广场随便都是米其林推荐，不小心撞了3间，我们就挑一间印度料理来试试看。点了咖喱鸡印度饼 NAAN， 那不会念NAAN。但是它最推荐的是羊肉香饭，不过我比较想要吃这个饼，很韧哦。很韧，但这个咖喱饼很香，有那个麦子的香味，咖喱对吧？好浓哦。它的咖喱有一个印度新香料的味道，不只是咖喱味，新香料好重哦，但是很香，非常刷嘴。我发现它这个鸡
鸡肉口味是它弄成鸡丝，然后在这个酱里面。太累了，所以只有在那个超级树附近走一走，看灯光秀。我们现在太累了，要回饭店休息。我们走到 JC Global 了，比较正统一点的都会有那种换汇表。在住的附近有一间没有价目表的，那个没有价目表的1000台币跟我说只能换38新币，你看这边可以换到40新币，我觉得有差。差了10%。那边1000换38新币等于汇率26.12。然后这里面还有冷气，很舒服。19，好。路边就有我老婆最爱的榴莲摊，猫山王，而且还是猫山王，来现破。终于回饭店了，累死了。我们行程排太满了。我觉得是站与站之间比我想象中还大。反正就是太累了。今天去的那些景点都不错，但是因为我们太累了，没有办法比较深入的去滨海湾花园的温室。明天的话，我们会去环球影城。我们今天要去环球影城，最不需要排队的环球影城。我们来之前有查每一个游乐设施都等10分钟、15分钟。我们这次没做什么攻略，所以我们要去看看是不是真的不用排队。因为我们住的饭店，我们没有买他们的早餐，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吃早餐，再去环球影城。雅坤咖椰吐司。现在这个小型的卖场，现在是早上9点10分，大概排这样。奶茶、咖椰吐司，还有2颗健康蛋，这就是 A 套餐。等这个吐司大概等了10分钟，要等它叫来到吃到差不多20分钟。它一份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好甜哦！它说那是蜜吗？蛮好吃的，但是好甜哦。那个叫什么？巧克力榛果酱，中间的那个威化的那个，然后再搭配奶油，是吃起来有罪恶感，但是吃起来还蛮爽的，蛮好吃的。我刚刚看到有人这个吐司沾那个蛋吃，我来试试看。生蛋、半熟蛋，加蛋让这个整体吃起来更湿润，但是没有增添风味。我们选他们的奶茶，有点淡。这边呢有加糖有加奶是 C， 什么都不加就是没有 C 没有 O 的。它名称的最后会有。去环球的话，要先坐到港湾站，是紫色的线，然后再坐圣淘沙 Express 到环球影城。圣淘沙 Express 一出来就会看到了，继续往前走。标示前面会有一个 L3，就代表在3楼。哦，没想到这么多人呢！圣淘沙上面不只有环球影城，所以也不一定全部的人都是要去环球影城。他们怎么往一个边走？会不会是住在圣淘沙上面的旅客之类的？有可能。这里是环球，我们在这里。然后其他的就是圣淘沙上面的游乐设施。圣淘沙上面环球影城是全世界第4座环球影城，2座在美国，1座在日本。我们现在已经去2座了，现在要去第2座。人家不是都说不太需要排队，我们查也是只排10分钟、15分钟。可是我觉得现场人很多日本的消耗蛮快的。等一下来实际去排看呢，好多人哦，真的不用等吗？来，谢谢。进来啦！直接在 KKday 上即买即用，一张票是1700多，刚好是小小编的新电影上映。对啊，好酷哦！它跟那个惊奇四超人的那个类似哦，对，还没看。12点半有表演。等一下再来看好了。12点半2点45。
变形金刚现在要排100分钟。变形金刚最热门的，现在要排100分钟。100分钟。走，往里面走。因为刚刚雷雨的关系，所以刚开放而已。刚开放的那个侏罗纪，所以我们要往里面走。我们要先去找比较不用等的。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人特别多我看其他人来好像人都没那么多啊，是因为暑假吧？对，应该是因为暑假。对啊。反正我们尽量攻略了。你看那个云霄飞车。人都满出来了，表示他们平常人应该没那么多，不然不会满出来。快走！好，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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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穿雨衣耶。没关系啊，先玩吧。现在来玩侏罗纪河流探险，要把东西都记在置物柜里面。玩完了，等大概半小时啦。一船会有大概9个位置，9个位置会有3个人会全湿，因为最后一下来的时候水会整个喷上来。着陆的那一面的人会几乎全湿，其他的都还好，所以就看自己要不要穿雨衣啊。天气是很好，应该一下子就会干了。走下一站，现在来台也是在侏罗纪的天幕飞行。天幕飞行没有到很刺激，它就是像滑雪的那个登山的缆车一样，就这样把你这样载过去，然后绕一圈，可是有一点点速度啦，所以比那个刺激一点点，还蛮好玩的。因为没有到说等很久，大概等30分钟，就当做坐着休息一下。我们现在要去远的要命王国，转过去。远的要命这样绕上去，感觉还不错啊，不错啊，玩玩看。这个目前要等30分钟，可能是因为现在是暑假，所以人很多。我们等一下这个玩完之后，我们会先到园区外面吃饭，因为听说在外面吃饭比较便宜。然后我们再进来去玩双轨云霄飞车，还有木乃伊飞车，这3个项目是必玩。目前这3个项目都要等大概100分钟，还是避开暑假好了。如果可以避开暑假的话，来拍照。做完学猫的什么？邪猫剑客历险记，微微刺激而已，小刺激。它的刹车很不舒服，跟刚刚那个一样，就是绕一圈这样子。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而且这个好玩一点。我们大概排15分钟就坐上去了。看完史瑞克4D 还不错，我觉得比一般的4D 电影更立体，身临其境一点所以这个也值得来。一梯次一梯次，一批的，一梯大概200-300人，大概看个半小时左右就结束了。今年一次2个一起。哇，感觉很好玩哎。飞龙学校它的保护措施是松松的那种，很没安全感的那种，但是也没有到很刺激。这个超短的，大概20秒就结束了吧。先吃饭，现在已经2点半了，先去吃饭。走去吃饭的路上遇到小小兵表演，2点45分。2点45分，所以想说看一下，都这么晚吃饭了，看一下再去吃。我原本走到门口这边想要出去吃一点别的，但是看起来是不能再进来了。出去就不能再回来了，它写 no re-entry， 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出去吃再进来了。那就想要吃便宜就自己带来吧，或者吃饱一点再来。对，这样多少钱？17块新币啦，一个汉堡加薯条是一个套餐，17新币。还可以啦，普通。这17块是台币409，但没办法，因为不能出去再进来。这是小小兵的园区，2024会开。不过日本的环球影城就有小小兵区啦，我觉得应该差异不会太大，看起来没有那么恐怖啊。为什么会叫成这样？同一个人在叫。
Thank you, Brazil. Take off straight one. Bongra! Celebrate and be proud! Elmo loves Barbara. It makes Elmo so happy. Wow! SP Monster。双轨云霄飞车这边的置物柜可以有210分钟免费置物的时间，然后它是2个设施嘛，然后各可以210各一次这样。那超过的话就是要收费，所以如果玩闪雷妹你不想要花钱寄的话，可以来这边寄，也是每20分钟收4新币，然后每20分钟加收2。埃及木乃伊这个太好玩了，里面是全黑的，然后会有一些布景，它就是黑的，你看不到接下来轨道要去哪，超刺激的。机器人的云霄飞车，还不错，还蛮刺激的。但坐完有点晕。它是那个脚悬空的那一种，然后另外一个 human 的是坐着的，但是因为要排比较久，所以我们晚一点再去。我们现在去芝麻街的电影特效片场，那个只要5分钟，没错，原本要半小时。没错。电影特效片场还不错，它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很逼真。现在要来做变形金刚，越晚的时候等的时间就越少。你刚刚做完变形金刚了，就是日本环球影城的蜘蛛人的那一种，坐在一个车上会有3D 变形金刚在打斗，就会有转来转去，还有震动、喷水。再玩一次埃及吗？对，埃及好玩。埃及又做了一次，做第2次了。今天是8点闭园，然后6点过后就没什么人了。我们埃及连等都不用等，直接上去就坐。直接上车。如果不想要在这里待那么久的话，可以下午可能3点、4点再来，人会少非常多。我们今天的状况啦，我们剩最后一样设施没有玩，就是太空船人类的。我们等一下就去做，就结束今天的行程啦。我们的沙爹，然后这个是新加坡司令他们店的招牌，我们的他说是辣螃蟹，然后可以沾饭，然后跟馒头炸馒头，这就是我们在克拉码头的晚餐。其实现在也已经晚上10点了，我们超累的，赶快吃一吃。讲一下刚刚在环球的心得，推荐的呢有6项游乐设施。第一项是埃及的过山车，它就是全黑的，很刺激，很好玩，而且我们还玩了2次。第二个是太空船的过山车，人类的，它不会有整个人倒转过来的地方，整体比机器人的过山车还要轻松很多。重点是在上面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圣淘沙的风景，觉得很漂亮，很舒服。第3个呢是太空船的过山车的机器人版，我觉得是里面最刺激的游乐设施，有5次整个人会这样子倒转过来，但是它就比较看不到风景啦，因为你就是一直在那边甩来甩去，甩来甩去，对，纯粹追求刺激的人很适合。第4个是变形金刚，它就是跟日本大阪环球影城的蜘蛛人是一样的，它就是一台车会带你过每一个景，然后它会有就是上下左右颠簸，对对对，4D 的。第5个是电影片场特效，在一个片场，然后把它弄成就是电影布景，整个很像是水世界，只是你可以非常近距离的观赏。主题是台风天，然后就是那个窗户都被吹破啊，然后还有船这样冲进来，重点是可以近距离看，所以有一点小刺激。第6个史瑞特 4D， 其实跟变形金刚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只是它是比较冷静一点，4D 的效果还不错，然后会
喷水，还有吹气，会吓到的那一种。史瑞克也不错，有推荐。其他没有提到的，就是也还不错，但是可能是日本大阪环球影城有类似的东西，或者是其他游乐园有缩小版类似的东西，就没有那么有记忆点。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可以重点玩刚刚提到的那5个游乐设施。你有什么建议吗？要不就一大早开园前去，先去玩要大排长龙的，对，最需要排队大概就是变形金刚跟人类太空船、人类过山车。要不就是下午3点过后再入场。3点过后人少非常多，尤其是6点过后，几乎大家都走光，每个游乐设施几乎都不用排。我们刚刚7点再去玩一次埃及的过山车的时候，根本不用排，就直接上车了。一定要带水壶，新加坡真的好热哦，一定要补充水分。你就算觉得不渴，还是要喝水，因为你那个水分都从汗流光了。其实也没什么攻略，因为你每天去每一个游乐设施要等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怎么样也说不准。我们今天暑假来人超多，我们本来预计只有要停留6个小时，因为网络上大部分人都是说，如果要慢慢玩的话，5到6个小时就可以玩完。我们今天从早上11点入园玩到它闭园，晚上8点，这样多久？9个小时，我们9个小时才玩完。暑假真的人太多了，明天就是整天市区观光，悠悠闲闲的。我们饭店一出来就有猫山王榴莲，但是饭店里面不能带进去吃哦，一定要在外面吃，所以它那边都会有一些座位可以在那边吃完，然后垃圾也丢在那里。我们到牛车水了，坐地铁到牛车水站，然后再从 A 号出口出来。牛车水呢，其实就是唐人街。听说以前是因为这里没有自来水，然后他们都用牛车运水，所以这里就叫做牛车水。そうですね。でしょ？那路边全部都是吃的，每一间都很想吃，川菜啊，各式各样的酸菜鱼。这边的中式料理更多，然后每家的照片摆起来真的是看起来都很好吃，每家都想要进去吃吃看。对啊。这个唐人街走到底会有一个印度庙，所以我们要去参观一下。这个印度庙叫马里安曼庙，是新加坡最久的印度庙。刚刚看了一下，进去要脱鞋脱袜才能进去，不能穿鞋，然后鞋子也不能带进来。我可以看到外面的架子。我们刚刚牛车水这样子一路逛过来，就走到了一个捷运站 Maxwell 吧，它的对面就是这个佛牙寺，知名景点，可以来参观。这里不能露，要这样披起来才能进宝殿。也不能短裤，短裤也要披。到天天海南鸡饭了，它其实就在这个 Maxwell 的捷运站旁边。如果单纯只是要吃海南鸡饭的话，坐到这一站来吃会比较近。甘蔗，这是什么？柠檬还是酸梅？柠檬，柠檬，这是柠檬。哇，好爽哦！是没喝过的味道，就是甘蔗汁的味道，但是现在喝超爽。不是很解渴，很舒服。来吃天天海南鸡饭，这个是天天海南鸡饭，这个是他隔壁那一间阿仔海南鸡饭。这个阿仔的肉切的比较细碎，然后还有一个汤。天天的话呢，它就是切条状的，然后但是没有汤，有点像米糕，就有味道的米糕。然后来吃天天。今天的饭比较香一点，它有一个鸡汁汤头的感觉，它那个鸡汁的那种汤的味道比较浓。饭有差，饭有一点差。那鸡肉呢？都是给鸡胸肉，鸡胸肉然后不干柴，这肉比较嫩一点，比较不柴一点，所以这个比较柴一点。对，稍微柴一点，但是它的饭比较香，那酱汁比较调和一点，那酱汁比较粘稠。所以那整体来说，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可能那个稍微获胜，因为它整体的味道比较好吃，比较平衡。哦。对2个鸡都是6块钱。我们都是特别选6块钱的。刚刚2家排队等的时间是差不多，吃起来的感觉跟安安一样，天天的饭比较香浓。阿仔的饭比较淡一点，但也是很有味道。然后，但是阿仔的肉比较嫩，2家的综合分数可能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天天海南鸡饭要排太久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买阿仔的海南鸡。来天天海南鸡饭这边也有名的甘蔗柠檬，那我们还有买它的甘蔗酸梅。甘蔗酸梅喝起来比较爽口，有一个酸味，因为这边好热，有一种带酸味，有开胃又有解渴解暑的感觉。来试试 Dark Grape Merlion， 呀，哇，好凉哦。我们刚刚从天天海南鸡饭那边是坐计程车来的，因为那边刚好有一个计程车招呼站，坐过来这边也有一个计程车招呼站，这边下车一出来就直接是海滨了。我们原本要用手机的 Grab 叫车，看是10点多块新币，但是我们刚刚直接在那个招呼站这样子坐过来，跳表才8块27新币而已，所以用 App 叫不一定会比较便宜。我们去看鱼尾狮，到了鱼尾狮了，接水可以吸财是吗？那你知道为什么新加坡的象征是鱼尾狮吗？有一个王子登岛的时候看到一只狮子，觉得它很厉害、很壮观、很雄伟，所以就叫新加坡叫狮子城。那鱼尾呢？不知道。鱼尾是因为新加坡它是一个海岛国家嘛，然后它以前是渔村，所以鱼就代表是新加坡以前渔村的历史。哦，就是这样子啦。哦，你在这里刚好可以喝水。整个鱼尾狮海滨公园就是整个可以这样散步过来，旁边有一些小店，也有一些餐厅，可以在这边坐着吃饭，吃一些小点心。这个角度。哇，这个角度好美哦！啊，这里就很漂亮了，只是人很多。这里是爱雍屋街 ，Ion， 像信义区的高级的地方，就是来逛看看他们有些什么特别的牌子。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逛了爱雍这家百货公司，里面的高奢品牌与台北信义区相当接近，地下室还设有游乐区哟。是在7R2买了一件7R2对，买了一件衣服，不会很贵耶，跟台湾的衣服差不多价格，比拉瓦便宜一点点，而且材质还不错，我觉得。新加坡的牌子，对，新加坡的牌子啊。嗨我们刚刚发现一间人很多的店，这间，Love 也是新加坡的牌子，里面很多当地人在挑衣，比较平价的品牌都在1楼以下，地下室这边人也比较多，1楼以上都是高奢品牌精品 LV、Chanel、Dior、YSL 这些的。电话 ，iPhone， 干妈店，还可以剪头发。我们到了小印度的美食街，看它跟市场是一起的，很热闹哎。那这个呢？决定了，这间烤饼我要那个6块曲克。当当，这个鸡肉咖喱沾烤饼是6块，这个是羊肉印度香饭7块，这个芒果奶昔3块，这里的美食稍微比较便宜耶。对，比较便宜耶，而且看起来就好好吃哦，来试试看吧。我们刚刚想说芒果奶昔没那么解渴，所以我们去买了一个椰子。椰子，你说2.7吗？他还给我汤匙哎，哦，可以挖果，表示这个可以挖果肉。哦，但没有冰块，不冰，不冰，常温。但是应该解渴啦。我先来试试看它的香饭，我是点羊肉的，它这个羊肉给这样3块羊肉，然后还有1颗蛋。
好香料哦！我再加咖喱，他们这里的米都是长米，很香，但是米就是吃不习惯。这样不怎么辣，然后有一点，它应该是番茄底，但是番茄没有这么有味道。饼蛮香的、啊，这样还 OK 啦，我觉得还不错。味道很淡，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的，没有看起来那么重口味啊。如果要再吃好一点的话，要到后面那里有餐厅类的。这里是美食街、美食光，很热闹哎，超多人的。超多人在那边吃饭的。现在是下午4点呢，吃完啦，觉得东西都还算 OK 啦，就美食街的水准。这边的物价也蛮便宜的，然后这个椰子超大，我们2个喝了一整餐，到现在还没喝完，还有一半呢，真的很解渴。哦，刚刚那个香饭的羊肉很好吃哎，那个羊肉很嫩又很有味道，为了那个羊排点那个香饭就觉得很值得。我们现在要去新加坡的夜间动物园，是世界上首座夜间动物园，1994年的时候就开始营运了。动物园里面大概有100种900多只的动物左右，有41%是濒临危险的动物，每年会吸引大概130万次的游客。它开门的时间是晚上7点15分，我现在这边是6点半，现在要坐捷运跟坐接驳车过去，大概1个小时会到。等一下就带大家看要怎么坐捷运跟坐接驳车到夜间动物园。先坐捷运到卡迪，在红线上那边有接驳车。我们到了卡迪捷运站了，出来就往左边转，反正就是去出站的背面的地方，往左边转，再往左边转。这边有一个 7， 然后上面有。上面有牌子 ，7这边出来之后就往左转。所以刚刚说左转再左转嘛，所以就是出站的背面，对，就可以看到这个有彩绘的公车，就是他们动物园的接驳车，一样刷卡上车。现在上车喽，坐过去大概15分钟。上车的话，司机会拿那个刷卡机出来，你就拿信用卡或者是 Apple Pay、神送 Pay 都可以。3块钱。对，去一趟3块钱，回来不用钱。下车后往左边走，跟着告示牌走。新加坡路。我们到了门口了，人太多了，要提早预约你想要来的时间。像我刚刚是在出发的时候才买票，只能预约到9点15。我们现在到了才8点，所以要等一下才能入园。门口这边都一堆人在这边等。然后你看，像我现在这个时间，现在只剩9点45分的票可以卖了，所以最好是能够提早先把时间预约。买票不等于预约好时间，你一定还要到官网去预约时间。我们现在进来了，这边有表演可以先预约，前面有 QR code 可以先约时间。约的时间要等的话，可以先去坐游园车。坐游园车的指标就是他写的这个 tram ride。我觉得暑假真的太夸张，人真的太多了。排了20分钟。差不多20分钟，17分钟左右就排到要上车的列队里面，所以人虽然超多，但是因为它可以一直来，所以速度其实很快。上车了，电车上有耳机插孔，可以听游园导览，有4种语言可选择，中文是2号语言。因为太暗，我们什么都拍不到，给大家参考官网上的照片。电车会沿着粉红色的路线走，全程导览大约20分钟结束。其他颜色的路线必须要走路才能抵达。看完游园车，晚上看到的动物好像比较多在活动，有一些是早上在看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在睡觉，像大象之类的。刚刚看到他们就是都在吃东西，距离都超近的，他们都没有围栏。如果没看过的话，还是可以来看一下。Are you guys ready to meet some remarkable animals? One piece is Melon. Oh no, she often happens to listen to fish. Bye bye Melon, thank you. So happy. Good job, Davina.
Papi Kongkot, Papi naik juga deh. 1,000. Who said that? Ah. So actually the correct answer is 270 degrees, okay? 360 is a full circle. The head will just drop off. Take a good look at Foxtrot right over here. Don't you think that Foxtrot is very, very cute? Cute, right? But it is actually the smallest species of canine in the world. This is a bigger bottle. Let's see whether he can open it. Wow, very easy for him to open up the lid from that bottle. 就是蛮可爱的啊，可能那些动物都很听话，然后很可爱，乖乖的。这边有纪念品店，逛一逛看有什么东西。我们今天最后一天要回去了。我们星宇航空的飞机是下午2点飞回台湾，因为最后一天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就直接在樟宜机场观光，就去看他的星耀樟宜，然后买伴手礼，然后什么都没买，去拍照，就看看嘛。这几天在新加坡，你说你觉得他们告示牌偏少，对啊，方向指示牌偏少，而且又小，没有那种很大的，比较容易迷路。从捷运出来往 T1、T3 的方向，往左手边看，就是 T3 的地下2楼了。这里就可以开始买东西啦，大部分的伴手礼跟吃的都在这里。Basement 2，一来就是这个溜滑梯，从1楼溜到 B3，它只要在机场内消费满10元新币就可以免费兑换1次。啊，如果你要花钱玩的话，就是30新币玩2次。好贵啊！我们去买东西好。买东西，对，它就是叫你买东西的意思。溜滑梯一直在往里面走，就到了这个免费电影院。豆豆先生吗？看起来也不像啊。反正这个电影院是24小时的，它只有礼拜4的晚上10点到凌晨4点有维护。再往里面走，还有这个美食中心。这个宝可梦不用排队哦，这边宝可梦很空很空，哎，很多台耶啊，超多台耶，超多台的，整区的。机场都有可以换钱的地方，汇率比较没有市区好，差一点点而已，差一点点。但我这一次换2000台币，80新币而已，还没有用完，用到的几率真的很少。而且那个像小印度美食街，其实它也可以刷卡，只有买榴莲的时候会用到而已，怕不够用而已。退税的地方，自己机器按退税。我们这次都没有买到100以上可以退税的。我们第3航厦外面逛完了，往 Skytrain 旁边这里的通道是往星耀樟宜，然后 Skytrain 在旁边这里。T1 是离星耀樟宜最近的航厦，所以想说先坐去那里，再走去星耀樟宜。因为刚刚我们发现，我们想要买的东西大部分都在星耀樟宜可以买到。T1、T2、T3 就是围成一圈，然后星耀樟宜在他们的中间。T1 是离星耀樟宜最近的，就是这颗球啊，就是这颗球，星耀樟宜。149，3300。星耀樟宜都会有这种牌子，然后你可以找你要去的店，像我们现在要去斑斓蛋糕的店这一间，然后就可以按怎么走，然后要用手扶梯还是电梯，我们手扶梯就好了。他就会说你现在在这里，然后走，手扶梯下来就到了。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走那个手扶梯，它其实就在我们正楼下而已。哦，走吧，我们照着指示走就走到了。这间看起来比较贵耶，这边看起来比较高级。我们刚刚路过另外一间，1颗蛋糕12新币，这一间好像1颗要16哦，20哎。
那就还是要买啊。还是要买啊？你要买？要去吗？我要去。要去啊。这里是买咸蛋鱼皮的地方，还有跟小小冰点点。接着我们到星耀张仪地下室的超市里面补齐其他的伴手礼，像是日清新加坡独特的辣椒螃蟹酸辣海鲜杯面，还有新加坡薯片品牌 F East 薯片，还有日清推出也是新加坡限定的杯面薯片口味。刚买了一堆伴手礼，现在要把它塞进行李箱嘞，哈哈。我们放完行李了。我们刚买伴手礼就是买那些了，买完也差不多要登机了，所以我觉得起飞时间再提早4-5个小时来会比较完整的可以玩到全部啊。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够了，所以我们刚刚已经 check in 了，就去里面出境吃里面的餐。这边是第一航厦，就看里面有什么餐厅。第一航厦的迪奥跟基本礼做得很美耶。他们这里的美食街都有一台机器可以点全部餐厅的，都刷卡就可以的。点好的。我们刚刚点了这个面1份而已，因为等下新宇还可以继续吃。这边都有荧幕，任何座位都看得到荧幕，可以看有没有叫到你的号。除了点餐机可以点餐之外，它其实每间店你直接跟他点也是可以的。只是点餐机，你就可以一次看到全部的店有什么东西。榴莲奶冰，上面是榴莲，下面是冰，下面这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融化了，不知道。香榴莲是蛮好吃的啦，这个搭起来就是加上剉冰的感觉而已，可能有一点点炼乳，但是因为榴莲味太重了，所以那个炼乳味没有很明显。汉堡王自己独立一个好棒啊！这边在后咖啡厅上来这边的 smoking area 就是这个仙人掌花园，这就是花园的样子。其实这边是吸烟区，所以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货。花园哦 FedEx， 11币，看到飞机降落。那是谁家？我点一个双层安格斯菌菇堡，因为这里不用水，然后这个点下来大概300块。汉堡王吃吃看，我觉得应该吃起来会没差。我们汉堡王这间座位下面就是睡莲花园 Lily Garden， 那我们就在这里参观就好了吧，等一下就不要去了。回来了。西域的飞机餐比去的比较没那么好吃，这样我们的新加坡之旅就结束了。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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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